第一步就是要先开机，然后呢？然后第二步就是要贴上贴片。对呀、到贴片之后我就傻了。它会一步一步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如果你紧张慌张的时候呢，就听语音的指示就可以了。我光看到这3个贴片我就超慌张了，好吧？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贴在哪里，而且线全部都结在一块，怎么办？大家好，我是业者王瑞玲，我是义翔，旁边这位是安东尼。还有我们今天请来的特别来宾陈志宇医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志宇医师。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，只要看到 AED 这3个字，心慌慌，对，完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光靠这个 AED 这么小台的话，其实现在在全台湾，不管是在捷运站或公共场所，其实都有，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它。所以今天我们请来的急诊室医师陈志宇医师来告诉我们 AED 到底如何使用，而且 AED 其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很大的警讯，你们也不要害怕。而且我们会有安东尼先生来帮我们做示范，对，就是这位。这位安东尼先生。所以陈医师你好。嗨，瑞玲姐好，大家好。陈医师，我们刚刚其实，在情境剧的过程当中，你刚刚拿了贴片给我，其实我有点慌张哎，我不晓得要贴在哪里耶。现在我们 AED 设置在很多公共场所，是不是很多人也真的不知道怎么使用？没错，就在我们日常宣导的时候啊，我们请他按下电击按钮的时候，民众跟我们说，按那个按钮就好像按下那个核弹启动键一样紧张，他们根本不敢按，就连练习的都不敢按。是啊对，这按下去会不会全世界都爆炸？没有，就是很怕按错或怎么样，怕自己也会要负担一些责任。所以我们就在 AED 旁边做很多的推广体验，让民众实际操作一下。你实际上是 CPR 是什么感觉 ？AED 是什么样子？贴上去是贴在哪个部位？然后你贴完以后要按哪个按钮，让民众可以真的实际操过一遍，他就不会害怕，不会紧张了。那陈医师，我们今天呢就来教大家实际操作 AED 这个机器。那陈医师，全台湾大概有多少台 AED？全台湾登录在卫福部的网站上面有1万多台的 AED， 那使用率呢？使用率就有点尴尬了。其实一年用的次数其实不到2%到3%。为什么啊？其实你常看到很多新闻，就说啊，那个人在路上昏倒了，或者是说啊，那个人怎么会突然口吐白沫了？好，就是有很多紧急的状况，我们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去急救。是第一个，很多人会认为说啊，我又不是急救人员，我也不是专科，我可以去碰那台机器吗？那所以说很多机器都晾在那，都快生蜘蛛网了。当然不会啦，因为我们好像每一年都有去做一个检测，对不对？对，卫福部规定我们每半年就要检测一次 AED， 确定 AED 的效期是可以用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发现民众真的都是不敢用、不会用，所以我们急诊医师才走出急诊室跟大家讲说，事实上这些急救设备是非常重要，大家要熟悉，要会使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熟悉这台机器，来摸摸它。摸错啊，不，摸错了，摸安东，你差点摸到正。差点 me too 了啦，不要乱摸。不要这样子嘛，摸这一块真的很重要，它的胸膛不过我们要先了解这一台机器，所以这一台就是我们大家市面上所熟知的 AED， 对不对？可是好像我发现有一些品牌机种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 AED 蛮多种的，市面上可能就有10种以上，但是它们的结构功能都是一样。第一步就是要先开机，然后呢？然后第二步就是要贴上贴片。对呀，到贴片之后我就傻了。它会一步一步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如果你紧张慌张的时候呢，就听语音的指示就可以了。我光看到这3个贴片我就超慌张了，好吧？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贴在哪里，而且线全部都结在一块，怎么办呢？可是你看，其实它有图案跟你讲贴在哪，有图案，很清楚哎。就是这个胸膛这边嘛，我没有分1、2、3怎么贴对，就是我只要贴对地方就可以了。没错，只要位置正确就好了，没有说谁要先贴谁要后贴的问题。OK， 好，好，那这一块呢，就是贴在上面右上方，对，右上方，对，我们把它贴在这里。OK。那这为什么还要再贴一个？这个蛮特别的，这是这一款 AED 特有的，很多 AED 也都有这样子的功能，就是什么呢？它可以回馈你的 CPR 的深度跟速度。所以你那时候紧张做的太快太慢的时候，它会告诉你说，
再深一点，或是说你做的太快了，我说这叫做会 CPR 的 AED。那之前的话，就是有些机器好像我只看到这2片而已，没有中间的这一块。而事实上，在整个急救的过程当中，最好是 CPR 加上 AED 是最有效的，对不对？对，CPR 代替心脏跳动，那 AED 让心脏重新恢复正常的跳动，所以2个都是缺一不可的。那所以这一片，那我就要把它贴在捏下。右上左下，右上左下这样。它还要靠近腰部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心脏是这样过来的嘛，那个轴线就是这样子。那我贴完了之后呢，然后再经过他的指示，他就会说，哎，现在不要碰触病人，不要动，不要，正在分析心率。对，然后建议电击，建议电击就是按下电击按钮。那有没有人很慌张过？就是他还没有讲到这句话，他贴好就是给按下去。他要先充电所以如果没有充电呢，其实你按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这是一个安全的机制。因为我们常常在想，有些人有问过瑞玲姐说，我把它贴上去之后，我就直接按，可是他没有反应啊。记得他会有教你怎么去指示，说哪一步骤要走到哪里。没事，你不要去按它，因为按它也不会有任何的感应。其实它这是一个安全机制。不过这个病人，这个安东尼就不断会被电到，好吗？没错，而且其实就算像我贴在我正常人身上我没有心律不整，它也不会电我，它就没有反应。对，它就不会反应。不是只要贴在人上是会电是真的有心律不整的人贴在上面才会电击。所以不用怕担心使用这样 AED 会电错人、电死人，这都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很聪明哎，而且你知道我们在整个刚情境剧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说旁边有人的话，他会请人协助来先叫119。所以你在做这样子的 AED 的步骤的时候，其实119正在赶来当中。因为据我所知，好像之前就是你要先打119，会透过指示来教你怎么贴。没错，这也是台湾制做了5年非常有效果。我们讲说 DA-CPR 就是119指挥中心教民众做 CPR，所以我们民众做 CPR 的比例从原来的只有10%，到现在已经到60%了，很高哎，增长6倍耶。对，那等于是救回来的人会更多哎。没错，我觉得我们民众都是很有爱，他们只是害怕而已。然后我们借由119跟他说，你现在病人需要急救，你马上帮他做 CPR， 大部分的民众都愿意去执行 CPR。因为全省都有这个台机器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而且这台机器其实已经进步到说，你可以在贴完之后，它还可以直接 CPR 再教你。如果操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对的话，都要听语音，因为它语音超大声。你看，我们刚刚一打开来，装置正常。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听得到这个声音啊。所以大家只要按照它的语音步骤，不用像之前说还要跟119通话。但是你有打这通电话119，它正在赶来的路上，而且又加了这个一个 CPR 的这样子一个按的，对，那它就可以直接在整个急救过程当中很顺利的把人救出来。那我们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？唯一啦，要提醒的是，如果真的叫你按下电击按钮的时候，就这个，对，记得就不要碰触病人大家都不要碰，大家都不能碰，大家不要碰到病人，然后再按下电击按钮。所以其实坦白讲，使用上面真的是很简单，只是没有那么的普及化。对，因为大家连摸都没摸过，而且心里会害怕，这个东西我可以碰吗？我不是专业人士啊什么的。但是我们叫它叫什么？叫傻瓜电击器。就是你再怎么样不知道，你只要按照它的步骤去实行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碰到 AED。所以 AED 呢是救活人一命非常重要的东西。那陈医师，我这是额外问的啦哈。既然安东尼都在这了嘛，那我 AED 也给他贴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我需要做人工呼吸吗？我可以把他嘴巴打开来吗？有需要？这个事情我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。以前我们说要做人工呼吸，可是为了这个人工呼吸大家都不敢碰病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觉得会倒地的人是美女吗？还是吃着槟榔的大叔？有可能，都有可能。没有，槟榔的大叔机会高很多，大家都不愿意吹气，所以我们现在不吹气了，我们只要做 CPR 就好了。我们讲叫 CD， 叫病人求救打119 ，CPR 跟贴上电击片，所以不用吹气哦。所以叫 CP， 而且刚好在 COVID-19 这个期间，其实有时候口沫的部分也尽量不要再接触了。所以刚刚瑞莹姐的问这个问题就是，对，把电击贴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等待119的来救援。那医师，我想问，就是贴好也按了之后，那就不用再做 CPR 了吗？
没有，电完之后还要马上做 CPR， 因为刚电完的心脏是停止跳动的嘛，那我们赶快做 CPR 让它恢复血流。最近越来越多哈，其实在救护车到之前，病人就开始慢慢在动了。哦，他真的救了很多人呢，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害怕说你去接触他，他会怎么样？而事实上现在也慢慢普及推广，像最小的年纪，陈医师，你有碰过最小的年纪是谁会去做这个仪器？像我们都每个月定期推广啊，很多都是妈妈带小朋友，小朋友可能就只有幼稚园，我们就教他说，家长也都很鼓励小朋友做急救，从小扎根。当然啦，妈妈昏倒的时候，小孩来急救我啊，这是还真的。我们那时候在台中听到那个报案啊，真的是有国中生，然后妈妈昏倒，然后我们就电话指导国中生做急救，成功把妈妈救活。那可是小朋友的力道会不会不足？这是一个问题，但是我们讲一件很重要的观念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有做 CPR 总比没做 CPR 好哦。你有做都比没做好。你说，我很小力，可至少可以代替心脏，可能10%、20% 的跳动，对于大脑也就够了。那我在影片里面我也常看到一个剧情哦，我相信逸翔也常看到，就是说他一直在做 CPR 做，他就做完之后，你醒醒啊，你醒醒啊，用力敲他啦，这样是对的吗？胸前重击真的是在20年前曾经有讲过的事情啊，但是后来现在因为有 AED 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这一招了。因为连续剧还在演啊，你们可以不要再演这个桥段了，真的很好笑哎。你用 CPR 就用 CPR， 但是你不要 CPR 的时候好像已经不行了，你就直接敲他的，然后敲一敲，最好笑是他还活回来了，所以根本就没这件事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已经没有这件事。因为好像太大力会肋骨会断掉，对不对？我们做 CPR 了，好，真的有肋骨断裂，但比例很低，只有2% 而已。哦，那还好啦。2%，大部分听到的声音都是那个我们讲咔咔咔，这是肋软骨的声音。哦，我还要再强调一次哦，因为他已经死掉了，其实没有比死掉更惨的事情了。就算肋骨骨折，也不会比死掉可能就可以把它救回来，这更重要。没有错，所以我们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AED， 因为现在 AED 真的非常的普遍，只是大家都不太敢去触碰它。但是经过陈医师这样教的话，你有发现到真的非常简单，而且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！今天谢谢陈医师，谢谢大家。看完影片之后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。巴丁 News 会给你最好的、最健康的、最美丽的完全资讯哦。